這裡是全世界最神秘的國家朝鮮，它自稱是世界第5大人類文明發源地，擁有5000年的歷史。它也聲稱擁有多個世界之最，世界最深的地鐵，最大的凱旋門，最高的酒店，能容納人數最多的體育場。這個國家對外封閉，充滿謎團。如果能進入朝鮮，將會是人生中一次獨特且難忘的旅行體驗。這次寒假旅行，我和港台同學一共8人，聯繫朝鮮國營旅社，6天5夜，踏上神秘的朝鮮之旅。7点21，我們要往開城去，我們的車程大概是2個半小時的時間。現在看一下天色都還沒亮，對，然後大家就是睡眼惺忪，剛吃完早餐，你看，然後後面還在吃早餐。早安。早安。這個我們朝鮮人民做叫說祖國統一3大憲章紀念碑。這個紀念碑是朝鮮的著名地標，又被稱為統一門。2001年，在連接着平壤和首爾的統一大道上建成。1980年，金日成提出，朝鮮半島應以一個民族、一個國家、2種制度和2個政府為基礎，進行自主和平統一。主張使用朝鮮半島歷史上第一個統一國家高麗國作為國號，主張建立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1997年，金正日將建立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方案、祖國統一3項原則、實現民族統一與大團結10大綱領一起，定為統一祖國3大憲章，並在統一大道上修建了這座祖國統一3大憲章紀念碑。 올해를 자주 통일의 새 국면을 열어놓는 매우 의의 깊은 해로 되도록 그 무엇인가를 하여야 한다. 然而，2023年與2024年，金正恩突然宣布，南北關係是敵對的，戰爭中的2個交戰國的關係，並承認在朝鮮半島上並存2個國家，宣稱要完全消滅掉統一、和解、同族的概念，徹底放棄和平統一。他還說，應該徹底拆掉不3不4的建立在首都南邊的難看的統一門。衛星地圖上顯示，統一門已被拆除，徹底不復存在。公路也比較顛簸。這條大道可以通到韓國的首爾。從平壤到開城的路上，一共要經過4個檢查哨，才能抵達這個眾所矚目的板門店。以軍事分界線為中心，北方2公里，南方2公里，總共4公里是非軍事地區，是為了躲避雙方的軍事摩擦而設定的緩衝地帶，所以這裡呢不能引進任何自動武器的。 그러나 미국은 이미 오래전부터 비무장제 남측 지역을 완전무장제대로 만들고 오래된 속도 발행들을 끊임없이 강요했어요. 但是南方的這2公里呢，早就變成美國的核軍事基地，然後就不斷進行針對我們北朝鮮的軍事挑釁活動。 북한함을 연결해준 철길입니다. 上面的鐵路是連接平壤和首爾的，板門店地區是敵我雙方沒有鐵絲網直接針鋒相對的，可以說是最敏感的地區。 여러분들이 신변 안전을 위하여 여기서부터 우리 군인들이 함께 동행합니다. 從這開始呢，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帶武器的我們朝鮮人民軍就一起陪同大家。就有3個士兵吧，跟我們一起搭上車子，然後陪我們進到就是真的板門店，再坐一小段路的車子。 這裡就是進行停戰協定簽字儀式的簽字大廳。 정협정 서해식은 1953년 7월 27일 오전 10시부터 15분간 진행되었습니다. 簽字儀式呢，1953年7月27號早上10點開始，一共進行了15分鐘。當時我們坐的是這邊位置，美國坐的是那邊位置。 책상에 놓여 있는 것이 정협정문副本입니다. 桌子上面的這本書就是停戰協定副本。
締約雙方是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與中朝軍隊。由於韓國時任總統李承晚的反對，因此韓國軍隊並未在停戰協定上簽字，但最終執行了協定。2013年，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部發言人正式聲明，朝鮮將不再承認停戰協定，朝鮮半島在法理上仍處於戰爭狀態。我們偉大領袖金日成主席的祖國統一題詞碑。偉大領袖金日成主席80多歲的高齡，為祖國為人民嘔心瀝血，廢寢忘食，在自己的列車上的辦公室上殉職的偉人。如今，偉大領袖金日成主席的祖國統一題詞碑是號召全體朝鮮人民投入進行祖國統一鬥爭的里程碑。咱們簡單的在這兒拍個照，然後繼續參觀一下。就是朝鮮這邊有帶團去參觀的話，就是朝鮮的士兵就會負責站崗。那如果是南韓那邊有旅遊團，就會是南韓的士兵去站崗。那如果是兩邊都正好有人來的話，就會有兩邊的士兵一起站崗。所以有時候可能可以兩邊的士兵都看到，但是我們今天應該是只有看到朝鮮這裡的。今天看到的是真的是歷史性的場景，就是很興奮。对，上車就有一個士兵，然後他就是看到我們就是很開心的，好像很興奮的在看就是板門店，然後他就在那邊笑說：“哎，你們怎麼會那麼興奮？”就看他對我們感覺特別友善，然後而且人又很好，就笑笑的。然後我們就說：“哎，可不可以跟你合照？”居然答應跟我們合照了，所以就是很特別，就是可以在朝鮮跟士兵拍照。而且他感覺很害羞，不過我覺得這裡的士兵就是都很和善。因一道分裂的壁壘，無數家庭被阻隔在南北兩端，成為歷史悲劇中最沉默的角柱。1985年，在多方努力下，他們終於迎來了第一次重逢。是父母，是子女，是兄弟姐妹，是夫妻，緊緊擁抱，淚如雨下。那是30多年來第一次重逢，可誰也沒想到，下一次朝韓離散家屬重逢竟然要等到15年後的2000年。從2000年到2007年，重逢成為1年1度的期盼，每次見面都可能是最後一面。然而，隨着南北關係的起伏，團聚的機會愈發珍貴。09、10、14、15、18，這些年份不再是冰冷的數字，而是親人間越來越稀薄的重逢刻度。2018年最後一次舉行重聚，此後朝鮮宣布南北不再是同一國家、同一民族，並拆除象徵重逢的朝韓離散家屬會面設施。如今他們大多暮年，時間不等重逢，歲月不待團圓，這一別可能就是永遠。這不僅是歷史的片段，更是一代人的一生。我們從板門店地區出來後，不到20分鐘的車程就來到了開城。開城是高麗時代的古都，經歷了500多年的繁榮，傳統商業十分興盛。這裡曾允許來自韓國的投資者開設工廠，並由韓國運營工業區。2002年，朝鮮制定開城工業地區法。2003年開始一期建設，至2007年12月，已有251家公司簽約在開城建立工廠，並聘用近2萬名朝鮮工人，使得外界一度認為朝鮮要進行改革開放。但因朝韓關係的變化及領導人的更替，2013年朝鮮宣布工業區短暫關閉。2016年，韓國宣布撤出開城，朝鮮不久後將園區劃為軍事管制區，自此開城暫停對韓開放。
在11世紀初的時候，這裡是高麗王朝的行宮大明宮。成均黨的大學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那個不是世界最早，那個應該是朝鮮半島最早。他之前跟我說是全世界最早。然後後來我們就去吃人參雞湯，就是在當地現吃，夠260，然後我們就想說那就叫2鍋，然後大家一起分着吃，不加調味料。它就是把那個雞剖開，然後你猜糯米燉越久越好，感覺味道是比較偏苦一點，但是雞肉還蠻嫩的。它面的菜就是那種小碗，就你以前在那種宫廷劇会看到那种小碗，是金色的铜的那种碗，看起来很高级。对，然后就大概一個人面前有8、9個，分量就像那個導遊說的，就是真的都比較少。因為導遊說他們會稱開城人就是很小氣這樣子，因為就每樣都給一點點。但是這樣看起來好像也是比較精緻的。然後路上還差點拋錨，車子差點拋錨，全部人都睡眼惺忪啊，發生什麼事情？怎麼又停下來了？我們來到了平壤以金日成母親康磐石名字命名的高中。朝鮮政府自1972年起向國民提供12年制義務教育，並具有極其濃厚的政治色彩。學生要學習3位領導人的革命歷史和偉大事蹟，以及朝鮮倡導的主體思想。此外，朝鮮實施6天工作制，週日休息。我們就到了一個中學裡面去看他們的當地學生的表演。在金正恩執政後出版的國編版教科書這樣描述道：金正恩在3歲時就開始展現奇蹟，從小就擁有萬景台家族的槍法，3歲就會打槍，百發百中，讓人為之驚嘆。1989年，也就是金正恩5歲時，甚至已經會開車，並且士兵愣在了原地。年輕且德高望重的元帥露出了燦爛的笑容，催促他上車。一些學生的活動還是比較輕鬆一點的吧，就是有踢球，然後我們下課也會在就是教室比較隨性的聊天啊，就是嬉鬧什麼的。就感覺是學校有訓練很久的。然後這個表演看得蠻急的，因為我們感覺要去看雜技表演，跟一般的中學也是沒有太大的差異。想到我小時候踢球的時候。
我替他們捏一把冷汗。而且他們的配樂是現場伴奏，如果就是不小心有什麼失誤的話，就是它可以立刻改變音樂的節奏。지금 두 선수들이 감독님과 함께 주의를 받고 있습니다. 주의 잡고 또! 어떤 작품 선수! 今天刚好就是他们邀请2个观众上去表演的时候，我觉得2个人他们都会先把外套脫掉，然後2位都是男士，然後裡面穿的都是西裝。然後導遊就說，他們這邊其實還是會蠻注意這個。이상으로 공연을 끝마치겠습니다.对，他们很有感觉，他最后的表演者出來，應該大概有30-40個人左右，加上一些旁邊就是可能維護安全的一些工作人員啊，上面還有那個交響樂團嘛。整體來說，就是還是算是有值回票價。可能來看的人都是比較有高社會地位的人吧。我前面剛好坐到了大概3-4個小孩吧，但是他們的表現也都非常安靜。我覺得整體的觀感還有他們這裡的素質都讓我覺得，就是在水準之上的。平壤的夜晚，遠處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的畫像在燈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輝。在漆黑的夜晚中，偉人的畫像仿佛給了朝鮮人們內心以安全感和歸屬感。白色的肉就是鴨肉，鴨肉，這個是羊肉，鴨肉是蘸着這個醬油吃。鴨肉的話就是油比較多，然後羊肉的話很嫩，然後它一樣有一個特製的燒肉醬，搭配就是七味粉，還有一點白醋。我覺得七味粉蠻好吃的，然後還有花桐江的啤酒。對，我們今天是拿大啤酒杯喝，喝起來都很爽快，比較好喝。烤肉、燒烤、大同江啤酒、大同江的啤酒，乾杯！今天的行程就蠻精彩，也蠻緊湊的，郵票服務館，對，刺繡哦，還有電影製片機，很期待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很想寄明信片，所以我們大家都快沒錢了，懷念支付寶跟微信。對，因為在這裡沒有辦法提人民幣。有個導遊號稱說另外一間酒店可以提，但其實我們發現另外一間酒店的客人其實他們也說沒有，所以要帶多一點現金。今天大概就是這樣了，好啦，拜拜。清晨是平壤一天中最靜謐的時刻，或許只有通過鏡頭感受這份寧靜時，遙遠的太陽才在我的心裡鮮活了起來。它每天如約而至，平等地照耀着地球的每一個角落，無論海洋還是陸地，城市還是村莊，它就在那裡，靜靜地散發着光與熱，帶給人們無限的遐想和希望。早上也蠻冷的，但是找個時間出去外面走走，然後爬看看朝鮮的山是怎麼樣。那因為路上都沒什麼人，所以也是蠻清閒清幽，是蠻寧靜平和的一座小山。今天
天吃的是石鍋拌飯，在这里吃飯的地方長得都好像私人會所，旁邊都會有一間一間的，一間一間的包廂，現在都會有這個 KTV 的這個伴唱的東西，然後就是一個圓桌。這有什麼酒？有被潑到嗎？說明都氣很大。熱腾腾的鍋，然後加饭一點點料這樣，但是它這石鍋飯不太會辣，然後米是比較那種糯米類，比較黏一點，放久一點會有鍋巴，我覺得還蠻好吃，吃東西都沒有那麼辣，這邊其實是蠻清淡，而且泡菜很好吃。以为電影制片廠可能可以看到他們電影制作的過程，但它其實只是一個電影的取景的大街。看到那種新娘，聽說新娘子結婚會到那邊去穿韓服，然後拍照。我們今天就有看到一組，我還以為他是在拍片，但對，我們原本以為很興奮，看到有人在拍片，然後我們也衝過去拍他們。他們應該覺得我們很莫名其妙，就是我們在拍婚紗照，對，幹嘛？在我們黨和政府的關懷下，我們制片廠這樣建設起來的。現在我們所站的地方就是朝鮮大街，然後歐洲大街。分為中國街、朝鮮街、日本街，還有朝鮮街。然後朝鮮街也有分成，就是比較農村的景象，跟一些比較古代王宮的景象。這樣我們藝術家在這裡拍了很多電影。那咱們慢慢看。農村景象的那條街是他們朝鮮一部很有名的電影叫《賣花姑娘》真實的取景地。好孩子，別哭了。順基呀！啊，順基回來了。1920年代시대적 배경은 중국거리입니다。這是20、30年代的中國街。然後我覺得蠻漂亮的，很適合發展旅遊觀光業，但是其實沒有看到什麼遊客。
這個場景。不是海賊王，是海賊王。就是上面有一个嬰兒的圖樣，然後所以就知道這個都是很適合嬰兒喝的。小孩喝了頭好壯壯，然後老年人喝了不會老人痴呆，然後這水果就是營養又美味。這裡是我們的那個南韓50年代的大街，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一件很有特色的，就是我們後面它叫做乳房擴張美容器院。那至於賣什麼呢？你們可以自行想象哈。大陸是什麼？就是你如果有學習這個技能的話，你之後就可以到這個刺繡研究所，它算是一個工作的單位吧。你就進去，然後你就人工的，就是你自己刺繡，然後研究那個刺繡的東西。因為它刺繡的那個東西針很細，然後我覺得特別是在做那種動物的描繪，比如說老虎的花紋，它可以把它那個毛髮就弄得很生動，很像真的。然後裡面也有一些刺繡的工藝品，這樣就有很多工匠在裡面。它的這個老虎的東西是非常細，老虎的毛還是用刺繡來就是展示，所以可以看它的那個一個一個毛是非常的仔細，是很清楚、很清晰的，做工非常的精細。這幅看起來很像油畫，但沒有，它其實是刺繡。然後他們還有一個技法蠻特別的，就以前我不知道是我沒有在中國注意到還是怎麼樣，底下有一張先繡好的背景圖，然後近景繡在紗上面，然後再把兩張疊合在一起，就可以有一種遠近的效果，就有立體的感覺。最前面的會特別的立體。大型公共藝術的一個創作中心，包括那個主體思想塔、革命的紀念碑式的建築，都是出自這裡之手。這個就包括的是各式各樣的藝術家，有刺繡的，也有繪畫，分成大概3階吧。就是你是人民藝術家，你是1級的藝術家、2級的藝術家。那你如果是人民藝術家，表示你的職位等級非常高，你的繪畫是非常會畫畫，然後藝術很精湛這樣子。因為這是國營的嘛，所以你賣出去的東西是要給國家的。那口香，我的故鄉。下邊就是那個加熱嘛，然後上邊滷起來，裡面放點那個吃的東西，然後保存溫度。搭地鐵，我們從復興站搭到光榮站，然後它有2條線。最深的地方有到190米，然後平均是100米左右。對，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深度。然後我們現在平壤的市民一起乘坐地鐵，讓我們一起來感受一下平壤的地鐵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對，全世界最深。平壤地鐵是在中國的大力援助下，於1973年建成運營。中方承擔了施工圖設計、結構工程、車輛控制系統、機電設備等方面的援助。早期通車使用的部分地鐵車廂由中國長春客車廠生產，深達近70米的自動扶梯是由當時的上海電梯廠設計製造。而朝鮮方面則強調地鐵是自主建設。目前，平壤地鐵共有千里馬線、革新線2條線路、16個車站。我們參觀到的2個站都是非常漂亮、非常有藝術氣息。會這樣子建造有2個原因，一個是因為大同江好像比較深，然後第2個原因就是萬一有緊急的戰爭的時候，作為一個備用的防空洞。
說這個地鐵站非常深，那麼具体有多深呢？我們接下來就倒計時一下，看我们多长时间可以上去。好，3、2、1，開始。現在已經過去了將近40秒的時間，但是我還看不到那個出口在哪裡。這個電梯的速度真的非常快，比我們一般乘坐地鐵的速度都要快。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呢，也快有2分半鐘了，要出站了。好，用了2分36秒。大家可以根據這個數字來直觀地感受一下地鐵的深度。出地鐵後，我發現大家的髮型也具有朝鮮特色。朝鮮政府向國民推出推薦髮型，雖然並非法律規定，但與眾不同的髮型可能會帶來不必要的關注或社會壓力，因此大多數人會選擇遵守這些規範。此外，也會有糾察隊在街上檢查，如果奇裝異服，將會面臨批評教育和相應的懲罰。導遊提到說，他們的主體思想就是很強調人的自主性，政治上自主，經濟上自立，軍事上自衛，這也算是他們國家的中心思想。他就說，在世界上有3個民族是最強勢，然後也不會想要跟外族通婚，就是以色列，然後德國，然後還有就是朝鮮，就這3個族。今天導遊說，謝謝你們，謝謝張導、江導，然後還有謝謝司機，謝謝你們的照顧。謝謝你。고맙습니다。감사합니다。歡迎你們在此抽籤來，事業有成，恭喜發大財，幹！我以為他然後我們還有跟導遊敬酒，然後導遊也就是侃侃而談，講了一些自己的，然後大家的氣氛非常和樂。最深的體會是，就是因為我們來這邊，然後我們享受了非常好的待遇，就我們住了非常高級的酒店，然後吃了很好的東西，然後去了很多地方，在你眼前，就是他們要給你看到的東西，你會覺得好像朝鮮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特色的風貌，就是不像你自己過去就是你在報章、媒體、雜誌什麼上面看到的東西。現在都還記得第一次去那個中朝友誼塔那種感覺，就覺得可以處在一個和平的狀態，真是太好了。單純從旅遊的角度來看，我覺得雖然可能它不是一個非常好玩或者是一個地方，但是因為我們對於這裡實在是太不了解了，所以我們會對於任何的事物都保持非常高度的好奇。나는 잘하는지 모르다。還有中山山，你的名字叫做青山山。還有前姑園，對嗎？前姑園，你的名字叫做曾國文。是時候說再見了。這一趟旅程中，感受着朝鮮的脈搏，也真心祝願生活在這片土地的人們能夠豐衣足食，幸福美滿。夕陽西下，這是離別的晚霞，火車漸漸開動了。看着導遊揮別的手，仿佛經歷將從此刻凝固成回憶，那種難以忘懷的情緒在心中激盪。在這裡沒有網絡，在閒暇時光，我只能和同伴進行交流。正是這樣面對面的溝通，讓我們建立起了純真而又良好的友誼。回想這次朝鮮之旅，我們的大巴像一座孤島，我們進入了朝鮮人們的日常生活，進入了他們的房子，進入了他們的學校，進入了他們的街道，進入了他們的世界。但是他們又似乎離我如此遙遠，遙遠到我從未接觸過他們，從未了解過他們，從未與他們對話過。我進入了朝鮮世界，但好像心靈還沒有進來，不知道會不會和朝鮮再次相遇，何時還會再相逢。朝鮮再見，我們會再見。我們在朝鮮。